2016年8月 ，Pokémon Go 在台湾正式上线。当时正值暑假，又逢智慧型手机正崛起的时间段，只要走在街上，无论男女老少，全部人手一机。街头、公园、捷运站、百货公司门口，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群低着头，盯着萤幕在抓宝可梦。新竹南寮的成龙，台北北投的快龙，亦或是渺无人烟又没有路灯的山上，陆陆续续飙上来的车灯，就只为了一只卡比兽。一听到稀有的宝可梦出没，人潮立刻蜂拥而至，整个北投公园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还要警察出面指挥交通。当时台北北投的快龙人气甚至比韩国首尔的权志龙还要高出一截，每天都能看到新闻播报这款游戏的盛况。公园里大批人潮争先恐后，仿佛说好一样，通通往前冲。这成了另类的社会问题吗？北投公园在昨天晚上出现了上万名的抓宝人潮，就像跨年。全民抓宝可梦热潮在台湾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股旋风，玩家是玩得很开心，不过呢，却苦了其他的人。大批民众半夜不睡觉。站在街道上低头猛滑手机，没错，又是为了宝可梦。宝可梦抓宝圣地北投公园，晚间人潮依旧满。平常完全不玩游戏的朋友、同事、爸妈，甚至是阿公阿嬷，都突然变成了宝可梦训练家，一个一个都在比谁抓到稀有，谁练到等级比较高。整个世界都陷入 Pokémon Go 的狂热，那是大家共同的回忆，一种再也回不去的疯狂。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就连世界上最赚钱的 IP 也不例外。Pokémon Go 凭借新奇玩法，一度吸引无数人涌入体验。然而时间一久，新鲜感逐渐褪去，长达数月缺乏重大更新与活动，训练家们一次又一次重复相同的内容，渐渐感到乏味，缺乏挑战。这股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短短几个月，这款游戏就迅速退烧。曾经人山人海的公园也渐渐空了下来，新闻也不再天天播报抓宝的盛况。我也随着浪潮消退，加上现实中越来越繁忙的课业，渐渐的离开了这游戏。那个陪我抓宝的旧账号，也在我换手机后被丢失，回忆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大约是在2020年年中，有一天早上，我走在买早餐的路上，突然想起这款游戏，不知怎么的就打开 App Store， 随手一搜，又把它下载回来。从博士那里领了新的图鉴后，没想到就这么重新踏上了训练家的路。玩这游戏有6年了，比起2016年那回，现在内容的丰富度完全是另一个层次。这期间大大小小的活动，大到 Go Fest、Go Tour， 小到社群日聚焦时刻，我基本上都有参与过。也因为对宝可梦的喜爱以及对神兽的渴望，多少氪了点金，对这游戏的投入是一天比一天多。这款游戏也慢慢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对于 Pokémon Go 最近的表现，我反而越来越失望。不确定是不是换公司的原因，自从 Go Fest 2025剑盾之王登场后，各种大型团体战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永无休止。从日月双神接到金银双鸟，超级巨拉普再到超级巨八大蝶，紧接着就是起源双龙的团体战日，几乎这些时间的活动全都跟团体战脱离不了关系，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而非常多人翘首以盼的起源团战日，更是抢先花劫夫人拿到社群招式，狠狠的浇了众人一盆冷水，标榜的射维率完全没有提升。更扯的是，拿到特殊招式的几率微乎其微。要知道，没有时光咆哮或是亚空列展的双龙，就像是情人节没有爱人，像台相机没有快门，像张书桌没有台灯耶。距离上次起源双龙释出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了。当时官网上还写着蒂亚卢卡目前暂时无法透过招式学习器学会时光咆哮，而这个目前暂时时至今日依旧还是无法用技能机写到他们的绝版招式。以前玩家多少会安慰自己，可能是怕用学习器学到的招式会触发什么冒险效果的 bug， 所以才不开放洗招。但现在都2025，就算不开放大家洗招，这个解锁的救急奖励团战日是不是也该给大家一点真正的惊喜？至少让我们觉得有被诚意对待吧。要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弥补上次没能抓到特招双龙的遗憾，才会特别在这次团战日排开时间，排开了在家里睡觉的时间，排开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排开了和朋友出门的时间，甚至还要花钱花时间，只为了参加这个所谓的特别活动。结果多少人是带着遗憾和失望回家的？
多少人好不容易捉到 IV100，却在打开招式界面的那一刻，发现没有最重要的特招，那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失落感，真的让人感到一阵恶心啊！要么你们开放玩家们能够洗招，要么你们让我们得到特招的几率提高嘛。都过了这么久了，最新的起源团战还在有机会。我看到这个有机会，我真的是踢赌篮。最近的团战约会也是各种粗暴，明明6点了却没有晚餐约会，还是国外网友回报后才说要补偿，而且这个补偿也不太算补偿，就只是把晚餐约会时间放到别的日期，再让玩家花一次钱罢了。一个活动搞到怨声载道，各大社群都非常不满。我明白游戏公司需要赚钱，财报需要营收，但如果是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累积玩家的怒气，我真的不觉得是长久之计。时间来到8月23，也就是最近的大型活动最后一集。如果说前面几次的活动还能勉强说是安排不周或是略有疏失，那么这个最后一集就是完全不演了，直接赤裸裸的公开敛财。表面上免费的 Go Pass 直接送你一只神兽，实际上通行证升到60级同样得花上一笔钱，更别提刚捕捉到的无极泰纳 CP 不到2000，个体值还需要抽奖，完全不能当即战力使用。如果执意要培养这个大胃王，那绝对能让你的钱包付出惨痛的代价。8900颗XL糖是我此生看过最荒谬的事情。万圣节都还没到，无极泰纳就急着从人们手中抢走糖果。虽说从集聚账获得的糖果也有上调比例，但整个比例尺却是完全失衡的。而且集聚粒子的价格也比绿券贵上不少。实际要将这只吃糖巨兽升到满级，少说得花2到3万皮币。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甚至小氪玩家能够承受的范围了。不过幸好我有帕奇代厨，帕奇代厨在我最需要皮币的时候站了出来。最近的活动真的劳心劳力又费钱，帕奇代厨刚好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想要第一时间跟上活动脚步，就来找帕奇代厨吧。我是真的打从心底希望，这个最后一集的无极泰纳会是 Pokemon Go 历史长河中最后一只需要玩家砸下这么多金钱的宝可梦。说了这么多，这次活动虽然非常花钱，但也是这几年来在热潮退去后，再次因为宝可梦而聚集这么多人。路过行人时也都能听到他们正在讨论宝可梦，说实话还是蛮令我动容的。一方面看到人们因为宝可梦聚集在一起而打从心底高兴，一方面又觉得这公司出这活动超级烧钱，而让人感到无奈。不过啊，确实因为这款游戏，我们才能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交集，也才能拥有这些难得又珍贵的回忆。世界上大概也很难再有第二款游戏能像这样把人们聚集起来。或许这就是宝可梦世界独有的魅力吧。能和你们一起见证这些风景，就是这段旅程最大的收获。往后的日子，大家也去收服神奇宝贝吧。感谢收看，我是艾里，我们下一碗饭再见啦。